大家午安，我是玉基的总经理 George，很高兴，也很谢谢各位选择参加这个场次，听我讲一下故事，也介绍一下我们的系统。那主题是解锁台湾首个功能完整的 HRIS。那大家一定会想说，那为什么是首个？为什么没有人做？好，那大家听我讲故事，大概就知道，因为这是一个烧钱的事，而且其实也是燃烧生命哈，需要公司要财务能够健全，然后团队要能够有 passion、engagement 跟 commitment，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我也趁这个机会也感谢一下这个玉基的团队，我们有75个人 dedicate 在这件事情上也做出了一个成绩。那我后续直接来跟大家做说明跟报告。那今天也恰逢玉基在这个行业25年，那我们有一个25年持续的策展。那玉基的 business 是 product based 的 projects，所以我这25年的策展是以8.1的产品发表会在7月中的时候开始，到明年的2月5号，其实是产品8.2的产品发表会做一个结束。那很高兴在7月16号那一场8.1的活动呢，这个中央人资所的这个王群孝所长呢，介绍了这个叫做从没有可能的大谷翔平谈这个人才发展。那这2天大谷翔平应该是就是那个男人那个昨天打破非常多纪录，今天又上场，虽然没有胜投了那这一场演讲我们在玉基的 YouTube 的频道上，大家如果订阅可以去看到，如果有兴趣，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就是不只是看它大谷翔平的现在，而是它养成的过程。好，那25周年策展里面跟 ADD 有关的，我在这次有4个讲次，分别在8月跟9月邀请了 ADD 的业务职能顾问，也是我长期的好友 Dr. Reza Sisakti 呢，其实分享了这个接班人关联的，那这是一个ecosystem。甚至可以怎么去结合系统的部分。那这个场次目前还是接受线上的课程的报名。那另外一个是邀请到20几年的好友Dr. 瓦里苏，他是大中华区的首席引导师。那今天这个场次是我的第4场的讲次。那我们来看，就是说玉基其实作为我们已经在 EHRD 的整合性系统上已经是一个领导厂商。那在这件事情上，预计25周年的时候，我可以提供给客户什么样的更进阶的价值？这是我在2022年做了一场创业21-22年的回顾的时候呢，其实结束了那场活动所在思考的议题。好，那当然其实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就是预基的这个组织健康，我能不能稳定的团队提供到位的专业服务，这是所有预基的客户最关心的。好，那有一位已经过世17年，我非常敬重的朱蒙权神父呢，曾经在20几年前棒喝我说 ，If you cannot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cannot take care of others。所以预计的组织的健康对我来讲是，就像各位在飞机上的氧气罩掉下来那一刻，是一样的，你要先做好安顿。那第二个基本上就是怎么维持最敏捷精进的服务，怎么提供最技术架构最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在科技行业里面这个变动，像最近大家听很多 AI 的场次，会跟你讲 AI 的工具呢，其实它每一个礼拜说全世界有3000个新的工具。所以在这个科技的演进的变动，还有治安精进最主动最到位。因为台湾很特别的是全球网攻最激烈的地方，那企业在solution上需要是治安的到位，以及在人资的系统其实的采购，这个好不容易跟老板取得了这样的经费，我可不可以使用相对较长？那其中有前面5个都是我们在执行本来就在做的事，第6个就是我们后来在主管团队在董监事会里面做成的决议，就是要增加 HRM 的产品线，那提供给客户一个整合性的 HRIS 跟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的系统产品。对，那在这6项里面，这一个投资最大。好，这一个牵涉到投资规模跟变革挑战，对预计是最大的，因为在本来 EHRD 里面，我们已经做了20几年。好，那它的影响是什么？第一个，它是我多年而且持续的产品研发的投资。
那这个计划我们在2022年的年初确定了，nickname 就是少女峰。好，那结果呢？3年后，2025年的2月，我们发表了整合性的 HRS 的这个产品 HCM。那回顾来看，好，7月我已经 release 8.1，然后也预告了明年的2月会 release 8.2。那累积到明年的8.2，好，年初的8.2版本，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在这个产品Pure HRM 的投资大概已经投了1亿。好，那做产品的跟做专案不同的地方是，我产品要做完，我才能够卖，我才能够收钱。所以到目前为止，预计已经投1亿在上面，而且我每半年还要再板更，每1年预估在这上面的经费大概是2500万，所以一路下去，在8.x最后的 LTS， 各位可以想象，我可能是一个接近2亿的产品投资。好啊，大家如果 run business， 你就知道你投资你要做什么决定，没有人会阻挡你。因为那是你自己要投资，没有人会阻挡你。可是你要从客户取得injection 的 support， 这是我们后面要面对的议题。好 ，OK。那第3个，其实我们界定的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叫 "Eat your own dog food"， 吃自己的狗粮。这个是如果做 IT 的大概就知道 ，Microsoft 在1988年大概就很清楚的定义自己内部全面要用自己的产品。好，那因为这是我们全新的产品，所以预计确实也是自己这样在实践。我们在下个月我们就全员上线我们的 HRM 的8.1，那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已经跟我们定了。好，那后续我们就会持续往前。好，那我用很快速的方式，有一些资料在预计的官网或给各位的产品的 brochure 上面都有。好，那预计在过去25年的产品演进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跟所有客户交代，对。那各位会看到，其实时间真的是最好的检视就是预计的透明开放。好，那我们在新的产品上，尤其在最新的8.x上，就是在 HRM 加入了这个产品的阵容，是一个整合性的系统 A Plus Code， 等一下我会说明。那行动装置跟 App 的部分也全面的整合跟 support。那其实对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过去很少做这件事情，就是预告新的版本，通常就做完再说。那我现在能够有这个自在跟勇气跟大家报告，其实也等于是我们非常自信。我们一定可以如期整个往前的推动。那如果用刚刚的那一个架构去看，你会发现预计的产品开发是非常稳定的。我在2010年 release 5.x，2015年6.x，2020年7.x到2025年8.x。所以你可以合理的理解，其实我在下一个版本才是，就是2030年会是9.x。对，那我觉得一个稳定的 vendor 是让客户可以预测，客户可以依他个人的需要去选择他在什么时候选择你的 solution。那当然越早期的采购它会有一些的优势。那其实在这种产品的长期投资，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叫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其实它的 movement 其实不像我们在做服务是用天在记，它其实是一个。那预计的每一次的小版本的升级呢，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有非常大量的新的规格的产出。我每一个小版本大概每一年我投资在产品大概是4000万，等一下也会有说明。那所以大概每一个小版本大概是2000万的投资。对，那如果各位进到预计的官网，其实可以看到过去10年我每一个版本演进的历程的所有 detail 的资料，包括当初的投影片或者我们产品发表会的影片。那预计其实在这些年 COVID-19 之后，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选择用线上发表会的方式进行。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实体的介绍了。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做 update。那如果解构我们的系统，其实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共通的 A Plus Core， 这个叫核心共用底层。那等一下我来说明一下这一段。那这里面它不管所有的技术，不管像 workflow 啦、各种功能设定、资安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底层是共用的。对，那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各位如果我用一个形容来让大家理解，就对应特定不同的产业。那我们来对应一下，像大型的建筑物，那熟悉的台北101大楼，那现在建构中的台北双星，他们地下5层或者地下4层，顶楼大概100多层，对，
或者70几层，那还有整合一些跟不同的交通的捷运的这个共构，好，这就是像我们的 API 一样哈，我们自己有这样的 code 跟这样的 API，这个哈一开始就要正确的设计，如果一开始没有做这样的设计，所以这些建筑师、设计师都很关键。那一样的，如果像我们自己做系统，如果一开始我没有做这样的设计，就像我早期的3点差、4点差、5点差，我没有做这样的设计，我是没有能力在小板或者持续的投资做到这件事情啊。所以有可能像我们业界里面有一些友商，他可能也有这一些多个这个所谓关联的系统，但是它是每一栋独立的透天处，或者顶多是联动的这个公寓大楼，对。那如果没有真的这样做，那其实真的是下辈子了。好，就是我们所谓下辈子，就是你要一个非常大的专案。好，那这个因为我们有走过这个过程。第二个，那个共用底层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一样在借助一个汽车成熟产业。好，大家现在都熟悉哈，现在所有一线的汽车产业都有好所谓共用的模组化的平台、共用的引擎，甚至共用的智慧架舱。那这个我们就用福斯来看，福斯大概是在最早在这方面建构这样的一个共用的，所谓 MQV、MLV。好，那你不管是买 Volkswagen、Audi、Skoda、Seat， 甚至 Porsche、宾利、兰博基尼，他们基本上有很多的，它就是几个共用的底盘，然后有共用的引擎，有低阶的、中阶的、高阶的。好，那智慧架舱基本上，好，因为它牵涉到的软体，其实既然做了，好，就全部就给你。OK， 所以这个其实你就会了解，一样我们在做软体要做一个整合性的系统，这个所谓共用底层的意义。那如果用财务的数字来看，我刚刚提到，像裕基现在看怎么定义我们在产品的投资的金额，我刚刚做了一个分类，就我一年投4000万，大概2500万放在 HRM， 然后呢大概1500万放在 HRD， 但实际上我如果进一步拆解，其实我共用底层跟这个所谓行动装置、治安技术架构这一些。我一年投资大概是2000万，然后它分配，功能上 HRM 跟 HRD 各自有一个比例，因为我 HRD 的竞争力已经很够，所以我在这个功能投资上的需求其实会比较低一点，可是 HRM 我需要快速的追赶，对，但是实际上整合如果分开来做，它其实是一个6000万的，好，就是1300再加这个共用底层。所以为什么要共用的引擎、共用的底层？其实它在财务跟竞争力上、跟发展上是有高度的帮助的。OK， 好，那我也借助客户的观点，好，近期我们业务有拜访一个裕基既有的7点差，就是采用我们 Talent 跟 PMD 的客户。好，那这样的客户他其实看了我们的 HRM 系统，他给了一些评价，那我就引述一下。好，那这个客户因为以前是我友商的客户。那他转过来改用裕基的系统，所以他可以比较跟友商之间，我们在敏捷跟效率上是对比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就是敏捷的服务。第二个，他提到裕基的产品的功能的弹性是非常好。他以前在友商的系统可能要做客制，在裕基就是透过 configurable 的设定就可以做到。然后它也在版本的演进里面，好，就是去 leverage 我们7点差版本的这个使用，所以它也看见我们版本演进的速度、功能的增加是速度非常快。然后这个客户也很特别，他也在关注我们 HRM 的产品的进展，所以他有参加我们线上的产品发表会，在8.0的时候，那这一次10月他们去拜访的时候，客户看到的是觉得很讶异，因为他们本来认为我们可能要更久的时间才会做到现在的 position。或者现在的功能的 base， 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进展是这么快，对，所以他觉得大概再过1年，如果他再过1年，大概就是我8.3的产品，他认为我的功能完整性上其实应该已经是 Tier 1的 player， 好，我们讲的是功能完整的这个 HRM 的系统上面，那他自己下了一个 comment 说，这样整合性的 HCM 就是一个大的 HRM 跟大的 HRD 的系统，确实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觉得，如果裕基做到这样的状态，他认为市场上是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那就是可能像独孤九剑吧。好，那所以裕基呢，其实在产品模组上，不管用哪一个角度去看，其实都会看到。那有一些客户当然也会担忧说，
那我如果早期采用预计的 HRM 系统，那其实会不会就是需要担心？其实反而相反的，因为成为早期的预计的 HRM 系统的客户呢，我们因为客户还算 base 少的时候，其实你的对产品规格的建议，其实会被优先采纳。也就在我每半年会有一个板更的过程，我会先做什么？其实越早期的客户，其实它的规格越有机会被采纳。那我给各位一些数字哈，预计当年5年的时间，6.x的版本总共卖了122家，好，那7.x的版本卖了178家。好，因为我做的是 on premise， 我没有做公有云，好，所以数字不会像公有云速度那么快，好，那这是选择的 segment， 所以可以预期得到的是，我的8.x，我用好一个线性好的思考去看，好，大概是200多家，好，所以其实加入预计在这样的一个产品线上的使用，就像参加一个 Golden Club 一样，好，其实我们是会越来越兴旺的。所以刚刚讲完第6个就是那个最大的投资、最挑战的部分之外，其实我也大概跟大家交代一下预计前面5个好要项。第一个预计的组织健康，好，然后我是不是用稳定的团队？所以用健康、稳定跟士气好来看。对，那第一个，各位如果上104的求财网，104的求财网上面预计的公司介绍，大概是所有，不好意思哦，在场可能有很多大公司哈。应该都更详细，好，对，因为这是104的主管告诉我的，他说没有看过，好像掏心掏肺要脱光光告诉大家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很担心的是因为错误而结合，因为理解而分手，好，因为他离职我的成本更高，对，所以我希望他充分了解公司啊是什么是什么，你觉得不满意那没关系，对，好。对，所以你会看到玉基其实在这里面的详细的资料里面，我们是连续11年 profitable growth， 好，所以人员稳定，财务健全，对，那台北的办公室是自己买的，没有负债，好，所以其实有 base， 对，服务敏捷，客户成功等等，这些都是 speak with data， 对，那如果你详细再往下看，包括我每一年的配股配息，好，我们也不是公发的公司，我也没有上市上柜，对，但是对我来讲，其实都清楚的交代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财务的稳定性，好，那离职率的部分，其实过去的9年，我们平均离职率是，如果把试用期期间彼此不合适的这个扣除掉，我们离职率是5.8%。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只有1个员工离职，在今年的2月，对，好，那其他4个其实就是新进的，可能大概来2个礼拜、3个礼拜、1个月离开，对，所以预计的团队的稳定性其实是很solid的。这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客户感受到跟预计的团队互动的人员的专业度，因为要具备一个领域的专业，你可能要10000个小时，对，那你要成为领域专家要10年，那预计的团队里面10年以上的员工占42%，对，所以各个方方面面很多的领域的专家。那我也问过我们产品的带人的产品开发的 R&D 的小主管，因为他在公司已经15、16年，他也经历过我们当初在开发6.x、7.x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问他说，在生产力的部分，他就告诉我，现在的整个预计，不管是团队人员的经验的累积、公司的管理的制度，还有开发的机制，现在的生产力大概是以前的增加50% 以上。那如果用这个来推算，假设我团队产品开发的团队的生产力是还在维持在旧的水准，那可能是我现在竞争对手的水准。我要开发这个 HRM， 我可能要花1.5亿，我要花6年。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竞争力跟提供给客户的未来的好。那士气的部分我就很简单讲，因为刚刚提到 nickname 是少女峰，对，我告诉他们，我们把产品发展出来，业绩做到。我带大家去瑞士少女峰，我们9月第1梯好原理回来好，然后这是第2梯当然不只有少女峰、马特峰好，对，南针峰等等在雪地里面去践行，所以预计的士气其实是高的。我相信一个稳定而且高士气的团队，可以带给你的服务跟生产力相对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那如果还是 Speak with Data 来看，那敏捷的服务预计做到什么程度呢？各位如果上预计的官网，在服务的公告里面就会看到我们持续不断的更新，这是10月3号公告的数据。好，那你会看到平均的解决时间呢，平均是8000多个案例，平均是0.77个工作天。因为在场有很多可能是预计的客户，好，那我们也都会寄送服务对账单。如果我有说谎，这个恐怕这个是很大的骗子哈。那实际上我们是真的做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对。那你会看到，包括询问问题0.28，问题回报，哈，一般很多人会把它当做所谓 bug， 那其实有时候也跟客户的环境、跟使用的状态、跟资料有一点关系，把因为2.31天，好，那服务需求1.86天等等，好，那过去呢，其实从2015年我们就做这样的公告，到目前为止，过去累积10年8万多个案例。其实是清空的，因为刚刚讲服务速度可能还有人高还有人低，可是我要讲的是预计的客户，我没有欠任何客户2024年以前任何的案例，我们是清空的，好，清空的。那这个是全系统预计全系统维护中的客户。第二种，绩效管理系统，每一年在期末评核，现在准备要开始了，有一些客户呢比较早开始做绩效评核。有一些比较晚，但是年终奖金要发嘛，总是都要定掉。预计的客户使用绩效系统，平均大概2个月会打完绩效。对，那这2个月时间就急急如律令，所以我把它叫急诊室的春天在预计。好，我们在服务这么多，大概将近快100家的客户，同时间在使用预计的绩效系统，都有时间的急迫性。我们做到的 service level 是比刚刚全系统还要更高。对。大概平均的总案例量是0.28天，那问题的回报平均是0.97。如果我们用问题回报来谈的话，就是你可以想象，当你有一个你认为是 bug 卡住你的工作，大概平均就隔天就会帮你解决掉。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有特殊性的，可能2天3天，但是不会让你在你的绩效评核的周期里面。在那边干等，好，那这个对客户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好，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努力就做得到，其实预计是有一些机制，所谓这个why，你怎么how怎么去做？对，那包括我们有客户绩效评核前的预防重于治疗，比如说最近我们11月5号开始，好，就开始新的周期，到明年的2月底，有将近4个月，好。那我们会协助客户在正式开始绩效评核之前2个礼拜，帮他更新到产品的最新的 project base， 比如说7.5，我们 LTS 的版本就是 V540，就第540个解的对策。那中间我们会有一些跟客户沟通的机制，然后我也会定期 review 这个报表，我早期是每一天都要看，对，等等。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去分析问题。做精进 SOP template guideline， 然后跟客户的 service 的一些对应的议题，对，那这个是可以让客户放心的。那因为今天谈 HRM， 其实我们 HRM 的机制，因为客户每1个月发薪资就是关键时刻，你要结算财勤，你要发出薪资，所以以后每1个月的25号到隔个月的5号，其实我会启动跟绩效系统一样的机制，只不过不同，它就是每1个月10天。HRM 的系统会被得到最及时的 support 跟 feedback。好，那这个机制，好，包括刚刚讲的版本更新的订阅、自动的订阅，包括我们的检讨的机制，还有我们整个 SOP template 的部分。好，那能够做到这样的 service level， 其实有很多或许在友商们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其实真的我们在因为软体产品不断有客户的问题进来，我们都会解到共通的 project base 上。然后 apply 给所有的客户，所以是共享，不是等到你发生问题我再帮你解决，而是只要100多家、200多家客户有1家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全面解决，更新给客户。但是更新的 effort， 因为我做的是 on-premise， 我不是做公有云，公有云我只要自己在机器上面去做调整就好。但是呢，其实在更新的机制上，过去花我们的时间也不少，因为跟客户 MIS 要去协调时间。对，所以我们设定了自动板更的服务啊，这个可能各位在使用 Microsoft 的东西
或者 Android 系统，它就会自动帮你板更。好，对。那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客户协调，但至少我不用去，所以让我们的客户在增加的过程，我的服务量在增加的过程，我们的人员生产力其实持续是可以提升的。哦，那这个大家这一次在参加也很多在谈 AI， 好，怎么这个增效跟降本，好，其实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不管是客户的 project base 的更新，客制的上版，因为客制也要很多来来回回的测试的上版、解 bug 或者治安的更新。我们都可以，包括正式机、测试机都可以这样做。那目前的订阅大概其实有73家，因为它必须是7.4以上的版本。那订阅率大概是78.5%，因为有些客户他觉得他们公司在资讯安全或者他们的资讯的管控里面，他们不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尊重。但是只要有一个量，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啊，因为会全面性的去 support 啊，更多的客户更快速、更敏捷的被产品的更新。那我预估到今年年底大概会有100家的客户会启动这个机制。然后第三个我们来谈刚刚讲的前面1、2、3、4、5的第三个谈技术架构最新。好，那这个其实有时候谈绝对值是没有意义的，或许谈相对值啊，各位可以，如果你有既有的其他的 vendor 或者你也在评估，你也可以去检视一下他们在过往技术架构演进的历程是什么。好，那我也可以跟大家预告。我们现在开发中的这个8.2呢，在明年2月 release 的时候，就是采用 Microsoft 最新的达内10的架构。好，达内10会在11月正式 release， 但之前它已经有 preview 的版本，我们已经开始启用。好，那时间是最好的检视，你可以看到预计在过去20几年的产品演进的过程，我的每一次的大版本几乎在工具跟架构上都有一些的更新。好，那甚至这个更新其实它都是渐进式跟完整的，好，包括像 HRD6，它 Visual Studio 2010，然后 Visual Studio 2019在7，在8是 Visual Studio 2022，好，然后呢，技术架构从达内 Framework 到达内8到现在达内10等等，对，所以你真的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现在 HR 的 vendor， 所以我说做这件事情真的是烧钱的事，好。因为你每一次的技术架构的更新、工具的改变，其实对你来讲，其实都是你投资一个新的产品，把你在销售中的产品自己先杀了。因为我新的出来，我旧的基本上大概就不卖了。但是我如果不做新的，我旧的能不能卖？可以卖。所以其实不做这个技术的更新、架构的更新，不做太多功能版本的演进。其实是蛮诱惑人的，对，好，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上，好，大概就是个，而且我们因为给规律的时程，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一种承诺，哎，客户大概可以用这个去估计他的期待。好，那治安的精进呢，我想我这边不多说，一样各位可以进预计的官网治安的公告，会看到我们很主动的报告。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2025年的1月20号。TWCRT 就这个 TVN 它基本上有公告预计的系统的这个治安的漏洞。那我跟各位报告说，其实在1月20号之前，我已经帮90%以上的客户都完成更新了。所以我们在1月20号当天，我们会通知这90%几的客户说，你会收到这样治安的通告，但是请你放心，你的系统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完成更新，少部分。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跟你约2月1号、2月3号，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因为客户他们在板更的过程，他们有很多的管控，所以他 delay 了。那最差就是有一些客户，就是他还要做源码扫描，做完才能够上版。好，那我们就提醒他，你要赶快做这件事情。但是预计维护中的客户，我不会让客户自己去查到这个来问我说，听说你有这个问题，不会，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告知，甚至第一时间就已经解决。那谈到我的产品是不是给客户可以最长的使用年限？对，好，那时间有时候是最好的检视啦，因为有时候大家在每个阶段都想要去讲它好的一面，但是它的承诺事后是不是有没有做到？好，其实可以去看，比如说像我们的 App，因为 App 大概在2016年在这个3G 啊这些之后，其实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在应用。预计的 App 其实在2016年 release 之后，一直maintain到现在。就是这次 App 一直向下相容，6点叉、7点叉、8点叉，
对，那对比我们的友商，其实大概可能都已经换了好几次 App，你可能要重新采购，你可能会有一些版本相容性的问题等等。好，那当然还有蛮多的议题哈，包括这个对，因为其实在使用系统哦，因为这受限于技术架构，5年到8年甚至10年了不起，你大概就必须要考虑要升版，或者其实你有的就是要换厂商。那但是如果你换厂商，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资料是没办法无缝带上去的。所以预计作为一个提供是有高度竞争力的HRD，甚至未来 HCM 的厂商，也就是说，未来你选了预计之后，其实你可以还是找到这一个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 vendor， 继续升级大版本升级你的系统，让你留存在上面的5年、8年、10年，像我的客户有的20几年的资料，其实都可以无缝带上去。那这个带上去可以做什么？好，如果各位最近这几天有听 AI 的场次，他会跟你谈，其实你 AI 的 intelligence 程度 depends on 你的 data， 对，好，当然你也可以借助外面的 big data， 但是如果你要非常 inside 自己的，好，那对预计来讲，我们就是提供给你整合性的资料，对，那未来再结合算力或模型，因为 AI 其实是一个工具，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具，这是未来我们可以跟你做配合的。好，所以其实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稳定的板根哈，其实提供给客户的，像我现在大概所有6.8的维护中客户都已经是6.8，六点差都已经6.8了，7点差只剩大概6家还在评估中，其他要么都升到7.5，要不然大概就在升级中。那也因为这样的大家都一致性的这样的升级，对预机来讲。其实我在维护产品的 effort 是最小的，而且可以提供给客户最大的 support。因为我产品开发的 team 就会告诉我说，就局你可不可以不要维护那么多的版本？因为对他来讲，他当初每个版本都有差异，那他要把每一个更新都放上去，它的成本其实相对就会 suffer 它的 capacity 的这个可以 focus 的这个部分。好，那也很谢谢预期的客户，大概都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做这样的升级哈。对，那也因为这样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预计8点差大概就是真正它业务时间是2037年的年初，也就是说现在买预计的8点差，预计你可以用11年。好，这不是 sales 跟你个别的洽商的表达，这是预计的总经理在公开场合里面的 statement， 时间是最好的检视。好，各位可以检视预计后面的发展。对，好，那至于说共用的产品 HRIS 到底带给客户什么样的？刚讲了一些，好，不管是这个地下室哈、地下5层、地上70层的概念，还是共用汽车、共用平台的概念，其实，在我们的共用核心底层里面，它同时做到了很多。其实我们因为在这个行业25年，我们也参酌了很多外商在这方面的这个定义。像如果你用过外商系统，大家知道有所谓的 domain 好领域的。这个就分权的架构，好，或者像 org 的这样的，我们就是公有云，就是多个 org， 好，所以预计的系统，其实坦白讲，我们设计是可以做公有云的 business 的，可是我们没有选择进这个 business， 因为我要 focus， 什么都要就是什么都不要，我聚焦在深度高度应用的客户，整合性需求大的，好，而不是相对比较大量、比较用的比较轻的客户，对。好，所以这个是刚刚提到像 MPS 这个部分，那整个系统会给客户同样的技术架构，好，在同样的 UI、同一个网址 User Portal、同一个安装的环境，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买友商的系统，它可能有多套系统组合起来，你要装多套版本还不一样，预计都不是，好，对。好，这边我就很快速哈，在预计的官网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资料哈，就。多组织的应用架构可以怎么用？像我们有一些客户是集团的公司，我就不讲哪一些哈，因为他做不同的 business， 他同一集团就装一套，然后不同的公司，因为它的治理是不一样的，就买一个 org、2个 org、3个 org， 所以它是可以独立的好运用。然后在我们的 org 之间还可以做某一些的共享，当然这个共享一定是由你去做，所以它包括可以对外部供应商，可以对你的客户。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也有客户也是这样，他内部用的系统跟
它给供应商的管理，因为供应商有时候在 QA 在各方面它有一些要求，对，那它实际上有一些训练的课程或者管理上面，它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其实在预计的系统其实是做到的。那有些更细部的，不管多厂区、事业部或者各不同国家的这个分权的管理，好，有的是用 org 的概念去管，有的是用 domain 的方式去管。所以我有客户开30几个 domain 的，就一套系统，你可以想，它有30几个事业单位在用，而每一个事业单位它有它独立的管理权，对。可是它可以，它就是一般我们就像在这个谈金融，金融其实你有时候是 corporate banking、consumer banking、investing banking， 其实你有3个不同的事业处，但是他们这些事业处有自己 HRBP， 但它不会有自己的 IT， 对。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可以用的完整的系统，这就是一个可以这样用的一个机制。好，那预计的资料呢，其实你都可以在官网上可以看得到，是 DM 的，我的 DM 持续在做更新。好，或许纸本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因为印了1000本，哈，还没有用完。可是预计的官网的 EDM 是持续更新，40几页，哈。这个产品的服务介绍，从你看8.1，我从8月份印了一版，7月份印了一版，8月4号到今天又印了一版。好，那我们有功能的清单哈。那如果一样用汽车产业来看，你不管要买 Volkswagen、买 Audi、买 Porsche， 其实它都会有规格表，跟你讲买旗舰版、豪华版、什么纪念版，其实每一个版它有什么规格什么，对吧？预计的一样有这样的一本哈。大家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到门部室可以拿哈。整整30页，对，整整30页，告诉你专业版有什么，旗舰版有什么。因为你版本不同，其实有一些是可以增购，有一些是不行，要升级。对，那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完整的资讯，那包括那个扣整整大概就有3页，是你买任何模组都会有这个扣。好，很有趣。我的同事也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预计在组织内部他会问一个，他问我说，预计过去到现阶段，我们改变了什么 LMS、EHRD 或者 HCM 的产业游戏规则？我在这个行业25年，这个公司是我当时参与创立的，对。那我跟各位报告，2000年在网络热潮的时候，或许把它叫做这个网络时代的开始，对。所以现在在谈 AI，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对。那回顾当时，预计的2000年 LMS 是内建 Workflow Engine， 当时市场上所有的 LMS 是没有 Workflow Engine 的，我们定义了你要做 LMS， 你就要 Workflow Engine。第二个，你不能只是管 e-learning 的课程，你要能够管实体的课程，你要能够做混成的课程管理。就是我有些课程是先看 e-learning 再看面授，对。那这个是我们定义了，你要是一个 Tier 1的 LMS， 你必须要具备的。第二个，2004年我们定义你不能只是 LMS， 你必须是一个整合性的 HRD， 你必须有绩效系统、职能评鉴、职能、职务技能、证照。然后 App 呢，刚刚讲了，我们在2016年我们提供，我们友商也提供了，可是他们提供就只有 LMS， 我们提供是全套的，包括绩效、职能评鉴这些都在里面。2015年我们定义的 Service Level 不能只是自己放在内部的 review， 把数字公开出来。对，所以刚刚你看到从2015年到2024年，我们的 Service Level 的时间案例数。2019年我在某一次的产品发表会公告了一个敏捷、透明、整合、治安的大概70几页的整理的 PDF， 清楚交代了产品、服务各方面我们的一些 update。对，那这个有一些客户就说他们在做厂商评比的时候就会拿这个去参考预计已经把数字都填进去了，你就带着这些空白，请你的友商可以去填一填。那2025年我们是定义的，在 HRIS 这个行业，你要提供是一个 HRM 的 solution， 提供一样的 UI， 单一系统共用的资料库。因为只有共用资料库，你未来在做整合性的资料分析，我们都知道 AI 其实是 depends on data， 对。所以对你来讲，未来你要在你的组织内，你特定的你要做一些分析，你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料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大的 HRD 跟大的 HRM， 要不然就不速配啦。因为我知道早期也有人做大的 HRM 小的 HRD 啦，可是你不可能去买一个大的 HRD， 然后
大的 HRM 小的 HRD， 那很奇怪啊，就房子很大间，可是车库很小，浴室很小，好，厨房很小，这是不适配的。好，对。那版本演进的规律，好，你会看到我们从2010年之后的每5年一个大版本，还有技术架构持续的更新，还有在治安上持续的精进。所以这样的报告呢，各位可以到预计的官网可以看得到，现在的页数是100多页。好，那我是每一季更新一次，从2019年9月25号做了这个报告的 release 之后呢，预计最少3个月之内会更新一次，把所有产品的进展、治安的技术架构的整合的，好，还有我们最新的相关的活动，还有是 service level 的数据，全部在上面，而且那个 PDF 里面提供了很多的连结，不是我说这样就是这样，点进去官网就是这个数字，有那样的报表更详细的。好，那我从7.3开始，因为预计在 COVID-19 之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大部分的场合跟产品发表都是线上的产品发表会，哈，对，所以其实我就开始启动，让去客户问说，敏捷、透明、整合、治安，哪一个是对你最重要的？早期客户最有感觉的是敏捷的服务，再来治安，好，浮上台面。那很特别的，在这一次，他们对整合特别有感，可能也是，看到的确是整合性的 HRM 跟 HRD 的，这符合他们的期待。那我也直接整理一下我的客户的数据给大家看，就是说，其实确实也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但后来回头去看，所有买预机 PMD 的客户，就绩效系统的客户，有85%同时买了预机的 LMS。对，然后这里面左边有一个数字是采购 Confidence 跟 LDR，LDR 就是职务发展地图，好，跟一些 skill 的定义。像这一次在谈的 AI， 很多大家都在谈 skill base。好，对，其实，在预机的产品里面，其实34%是同时买职能跟 LDR。如果 pure LDR 大概是有50% 以上，买 LMS 的客户是有买 LDR 的，对。那行动的整合大概是71%，因为现在企业有一些它对行动是有比较多的限制，但是其实那各位可以去想象，在未来大概预计会有多少客户，其实同时买 PMD 跟 HRM 或者 LMS 跟 HRM。对啊，所以这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一段。那我补充一段，就是有另外一个客户的 IT 告诉我，他说：“你如果真的能够提供完整的 HRD 跟 HRM 的系统，是一个非常 sexy 的事情。因为对 IT 来讲，他希望我只要跟一个 vendor 互动，是一套系统的 maintain， 不要那么多套。那我接下来很快的，我用时间透过一些画面的截取，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谓整合性的 HCM 到底带来的效益。”包括在 Total 个人中心、主管中心整合的系统设定啊，还有包括有一些我借用我8.1的产品发表会的投影片啊，这个投影片在预计的官网上有，在那个产品演进的部分你可以直接去看。那有一些是大家还没机会看到的，就是我们8.2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其实在行动装置整合性的 HCM 的 App 的部分，好，那当然这里面我知道大家在谈就很关心那个接班人对应，那我很推荐在预计的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 Reza 在谈接班人跟人才赋能架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framework， 那我借助预计的系统怎么跟它 mapping， 有一个9分钟的片段。那跟 Wally 其实在 AI 到参加 ATD 的分享的部分，他在 skill 怎么 tag 这件事情，我在这一段的 Q&A 的对话里面有一个3分钟的对话去谈预计的系统其实怎么做这一件 skill 的 base 的 tag 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做参考。那这就是左列就开始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从左边这个 bar 左边的这个 menu 就会看到，就是全权管理者会看见的，所有包括薪酬、保险、差勤、人事、评鉴、绩效、人才发展这些等等，整合在一个系统。然后你点开薪酬管理，就是在薪酬管理的 menu bar， 你去看你右边的 to do list， 它不会只有单一个，它是所有跟这个系统有关你需要签合、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放在一起。那
有关于系统的参数，如果你是一个多套系统，每一个你都要独立去设定。在这里是有一些系统共用的参数，好，比如像 timeout 啦、资料保留时间啊、档案大小这一些。那这是系统参数啊。我刚刚提到预计有组织的参数跟领域的参数，就是因为我有分权出去给这一些，它也可以去设定属于它这个领域的人员的这个参数。好，所以你会看到这边点进去之后，这是领域的参数。好，那领域的参数它基本上有一些设定啊，领域跟领域之间，因为毕竟他们在同一个公司，那有一些的课程，其实你会希望它可以互相分享。可是它的管理是在这个领域，它可以设定这个教材是可以开放给其他的事业，比如说你是这个 desktop、notebook、mobile， 或者你是这个 server 部门，那你们可能有一些共通的分享，是可以借助这个领域的分享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像法规参数的更新，像晚近最近其实又有一些育婴留停的就是政府的法规会不断的改变。像早期的一例一休这些的议题，那我知道过往很多公司，因为你服务的厂商要帮你改这个，你可能要客制，你要等。对，那预计有一个叫做法规参数更新中心，好，你可以去订阅设定，时间点到，自然把基本工资的数字、时薪资的数字就整个可以启动在你的设定，然后让你去 review 确认就按上去，它要 configurable。所以预计的客户可以在系统上去做系统更新服务的时候，开始去订阅，他要订阅什么？订阅之后，他可以查看记录，所以这里面就会有法规的这个更新的部分。所以这里面你包括因为系统可能有正式机、测试机，你可以分开去做订阅。好，那我们收到之后，我们会确认之后呢，系统它就会自动启动派送这一些的资料给你。对。那这个更新就跟左边这个版本更新，就我刚刚讲 project base 的更新，这个客户从这个1004到1005这一些，然后法规的参数就是右边这边在薪资、在课税的集聚、在政府的行事历很多，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直接做订阅的方式来做运用。好，那你订阅完之后，你要知道说到底系统帮你订阅了什么，那你要不要 enable 它？就会在这边可以去看到，这是所谓法规参数的定义。那刚刚讲的是 admin 的部分，在 user 的部分呢，其实 user 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我在个人中心里面，其实我透过页签，不管是在课程发展、绩效跟差勤，因为差勤是大家常会用的，包括请假或者你的班表，然后包括你可以做这些事情，都是透过页签的方式，让你整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那个人的 portal 的查询，刚刚就是如果个人中心你去查询里面课程啦，或者对应的这一些签核、评鉴、学习发展蓝图、证照、绩效差勤这一些预警，都在这个同一个页面里面。那主管一样，主管中心你有很多要签核的事情，对，那就一样，包括你要这个请假的签核、评鉴的签核、绩效的签核，都是代办的作业，然后在系统里面有一个我的设定，你可以去一次性的设定你这个整合性系统在你个人化的页面你要怎么去做。当然这里面包含像 QR code 的绑定，跟你 App 的绑定，跟你的2阶段的验证啊、薪资的密码、系统的密码，还有你的字体大小，其实你一设定好之后，所有的整合性的系统都一起都enable 了。好，那预计的官网可以下载这个，我们也提供给客户，就是说有一个小的电板，或者1页的，就是说你新进人员，你做 HR 员工进来开始要使用这个系统，你就给他这个当滑鼠垫的概念，就会告诉你共通的功能的 icon 长什么样子 ，HRM 的 LMS 其实它的设计的风格 UI 是一致的，要不然你有多套系统，你会发现它 UI 设计跟 icon 是不一样，员工要上手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对，好，那我很快速的把这个版本的一些 detail 的部分呢，我想这些资料可以在预计的官网的版本演进里面去点开那个投影片，所以我们做到所谓大的 HRM 就是人事组织、保险、差勤、薪酬，那这个系统的设计一样在权限上，你可以考虑，这里面有很多个管理的功能，有的公司我就 HR 全管，或者我有人员是全管，对，那有的公司薪酬跟人事差勤简易分工。你可以设定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管理者权限，有的是把人事组织，就是任用
这一些异动跟薪酬跟差勤做专业分工。有的公司是把机敏性的资料做进阶，再做进阶的分工，都可以在预计的系统里面透过这个设定去做好你所要的这个动作。好，那这是人事组织是要用一个这个 block diagram 的方式，你就会知道预计可以 cover 的，包括从这个新进适用待报到名单啊、任用异动啊这一些薪酬资料的改变、保险作业的改变等等，跟人力的分析。好，那就一个管理者，你就会看到，好，用这种 menu 来看，你就会知道其实 cover 了哪一些，好，包括像外籍人士眷属管理啦、派驻的记录等等，异动的历程。那薪酬从异动新进来，薪酬的异动，因为我们会有所谓调薪的作业跟各方面，还有社会保险的这个叫你薪资调整之后就要启动社会保险的这个联动的作业，好，这一些结算的东西，都当然都是在里面。那我们还有一些政府法规参数跟这个所谓媒体版的部分呀。那机敏资料的下载其实都会需要密码。对，所以这里面我们而且会有留下记录，什么时候被谁哪一个 IP 他曾经抓过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用 8.0、8.1、8.2，我借助薪酬管理中心的演进来跟大家说明预计的版本为什么会让刚刚讲那个客户觉得你们进展的速度比我认知还要快。这是 8.0 刚出来的 menu， 这是 8.2， 好，其实接着其实会有的 menu。对 ，OK， 你会看到有很多薪酬的分权就开始进来了。对，好，这里面我没有列出 8.1， 所以其实每一个版本我们在演进的过程就会有。所以在薪酬分权的时候呢，因为你不只是你可能在台南厂、台北厂、桃园厂，你其实需要有不同的薪酬人员去管理。好，那保险一样，这个 block diagram 的部分呢，其实会看得到这些的 list。好，然后批示调保，因为你每次在做薪酬的异动的时候，你可能不是一个一个去做，那你其实我系统怎么提供给你批示调保的作业，让你很方便的，更快的去执行这些事情。好，那差勤管理一样，从规则，这个出缺勤管理到，因为你差勤结算完之后才能做薪资的结算，所以它其实有一个进展的 pace。那对我们来讲，所谓专案性的差勤结算，那它是因为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管理者，直接人员的差勤结算，间接人员，等等，我们会分开做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作业。那系统本来就是自定义的弹性报表，因为这在预计的 EHRD 的机制就是这样。所以今天 HRM 做上来的时候，它是所有 leverage 的 HRD 在这些方方面面的弹性跟它的结构。好，它直接把它的功能架上去之后，再把资料引进去。好，那行动的装置的部分，我这边做一些的预告。好，因为现在在场可能有一些预计，搞不好有8.1的客户，你等一下看到的页面会跟你看到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好，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改版，好，就是迎接8.2的 HRM 的。那目前使用预计的 App， 就是 MPS 的有221家，都用同一支 App。对。好，那我们会在8.2的时候 rename， 但是它其实还是向后、向前都是相容的。好，那8.2就是新增会把 HRM 的功能做进来。好，那这里面包含其实会有在仪表板或者一键式的快速申请啊，然后把 HRM 加进来跟薪酬的资料的查询。对，所以全新的仪表板就会是这个现在你看到的，就不会是现在旧的，不管是6.7、6.x、7.x 的。这个页面，对，你就会看到，当然这是在8.x引用的客户，那你会常用的功能，你会一键式的去叫 floating action button 悬浮按钮的方式，让你用最短的节奏去完成你要做完的任务。那员工呢，其实不管申请、查询、检阅，都在这个手机上可以做到。好，那这个 UI 的设计尽量怎么让他请假的申请，因为这可能是他作业最频繁的地方。对，那可能直观友善的行动的这个部分，对 ，OK， 补打卡，对，忘了刷卡，对，手机上就利用零碎时间就把它做了，不一定要回到电脑上，对，那行事历跟班表，因为不同的人可能有一些的班表的部分，那你会点开你的日期，让你这个班表的设定是什么时候
啊，如果你是提早上班或者比较晚下班，那你要不要标记或者等等？因为 HR 有时候也会压力一些事情，就是啊，他如果没有去更新，到时候劳检的部分到底是怎样？哈，对，哦，那这个其实是，然后安全查阅薪资双重保障，你要在手机上看，你要有密码，对，看你的薪资单，哈，所以你就不用再印了，不用给了，对，那所有薪资的明细全部在这里面。哦，那避免一些争议，也相对透明，减少 HR 的 effort，你要再做这么多的纸本行政的作业。哦，那主管一样，当然在手机上你可以去做你部署的差勤的概览，就是说今天你的部署有没有人迟到，对，然后差勤的异常等等，好，包括有一些签核在这里，其实这个异常都会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哦，对，你可以全部去看得到这一些的 detail。好，那还有一些不是在8.1、8.2就做到，后面还会持续扩充，因为我每一年丢4000万，就预计到底会做什么？哦，那我也很期待啊，钱丢进去不能扑通一声到水里面去嘛，哈，对，虽然是烧钱的 business， 对，那预计可以想象的 ，workflow 签核，绩效怎么跟差勤去结合？因为都是我的系统嘛。绩效怎么跟薪资跟奖金怎么去调薪跟奖金的作业，证照一旦拿到之后，证照的补助是不是会触发，减少这个沟通，然后发展地图跟个人的学经历，未来你在做接班人，在做人才的筛选的过程，跟绩效你怎么去结合去做，都在我的系统里，对，所以呢，其实可以想象的，这个就是8.差，8.2还没有做到。但是总是要理解整个系统真的可以做到的事情 ，more than you expect， 也 more than I imagine， 对，所以这些的部分，包括我们在code的部分，会增加表单模组，就电子签核，因为我 Forenger 内建呐，对啊，所以电子表单也会是code的功能，它是一个架构的功能。LDR 其实这样怎么去做自动的提示，还有 data driven 的这个。关键接班人，这要结合多少资料，跟你的绩效、跟他的学习发展、跟他的职务地图、职务的技能，还有 SKA 就技能评核，不是只是他上完课他就有那个证照，他就有那个技能，你可能还有一些人为的或者一些外在的考试的 SKA 跟 HRM 的东西，这整合起来，未来你真的你有一个 AI 说你有一个职缺出来，你要知道你的组织里面有哪一些 candidate。你有完整的资讯，对，因为 AI 的能力 depends on 它的 data， OK。那对预计来讲，在这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发展跟策略的愿景，就是说我要帮助，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讲，我为什么要做 HRM， 因为这是一个红海啊 ，HRM 有10几家厂商 ，HRD 我现在主要国内就3家嘛，对。然后我们是领导厂商，我怎么进那个混水啊？但是就是因为我 passion 有一个 vision， 就是我要提供给客户是一个未来 data driven 的整合性的 HCM 的系统，然后是高度整合的全方位，因为除了做 AI， 很多 data analytical 的事情，你要有 data， 而且是定义清楚、整合的，你要做这些 data analytical。你才有办法做到比较精致，对。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预计新的客户，他也要累积多年的资料，所以我在前面的2年到3年会是以功能性的完整性去建，可是跨功能的整合会是我的第2个阶段，也就是各位想象就可能是我的8.3、8.4开始，因为我要足够多的客户已经同时买我的 HRD 跟 HRM， 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的投报率才会高吧。对，所以我前面先累积客户，所以第1个阶段叫做建构卓越基础期，第2阶段是智慧整合的阶段。好，那我也很期待啊，就 AI 的进展，因为现在瞬息万变嘛，可能对我还不是上手的时间，或者我要选择跟什么样的 AI 工具去做结合。对，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预计已经在发展，但我不会告诉你。就像我2022年开始发展 HRM， 后来我们2025年发表的时候，
人之小周末的这个思安就告诉我，他很 surprise， 我就问他一件事情：你事前有听说过吗？他说没有，你们保密做得非常到位。OK， 好，所以对我来讲，我们做持续的产品板更的投资，然后有这样的策略，跟客户创造一个双赢的，好，都创造这样的价值。那这些有一些就是绩效怎么跟出勤的记录去整合，调薪跟奖金的部分怎么去做？今天受限时间，我就不往前，不播放一些影片。证照，这一些学经历跟职务你怎么去做？搜寻接班人对应。所以呢，整合性的 HCM 的产品，我觉得我们邀约国内其实深度应用这个人资系统的客户跟我们一起向前行。那我也必须要讲，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啦。因为你现在买大概就是用11年嘛，你2年之后买就是用9年嘛，3年之后买就是用8年嘛。那再来就是信任的问题，你觉得预计真的会越做越多越好吗？对，那预计每一年就投4000万嘛，对，而且是有效率的产品的研发。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透过预计的官网检视我们方方面面的。最后2、3张投影片，我做一个结论 ：Everything have a price。就像一开始我站在那里，我到底要不要投资 HRM？ 我付出的 price 是到今年年底1亿。预计是一个5000多万公司资本额的公司，对，我做这样的投资，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也算健全，所以产品的研发我们 commit， 没有回头路，但是同时让我们自己做到 profitable growth 跟 employee 的 engagement， 然后我想办法去增加 heavy user 跟 valuable client 的 base， 对，那客户呢 pay the cost， feedback 给我们 feedback， 减少它未来客制化的必要性。然后让它再升级更方便，然后去取得更新、更好、更整合性的系统的模组 ，maintenance， 资安的更新，大家一起共享 ，merge 一起 migration。所以呢，透过这样，我们会有一个 best family of HCM 的 Golden Club。对，那这是一个信任的关系。那我也认为是 balance win-win， 我们付出我们的，那也期待客户跟我们有一样的投入。轿子一起扛啊，一起向前走。那今天本来要让大家做一点简单交流，再做一点 feedback。那不过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说 discussion 有机会让你把学习的内容内化50%，这是昨天的一个讲师的讲者所谈的。你听一听，可能5%，就是最后只留5%，遗忘曲线嘛。可是你有讨论，有机会让你内化。好，那我就不邀约你们彼此的对谈，我给各位一些今天我给大家的 take away。整合性的 HRIS 的系统投资，在 Vendor side 我们做了，那 User side 对你们的邀请。第二个，敏捷透明整合资安，你可以持续检视预计的健康度，以及我们在方方面面的进展跟 label， 时间是最好的检视。因为这里面我刚刚讲了嘛，我们2016年到2025年的资料都在官网上，好，那最后有几个共同的 ，If you cannot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cannot take care of others。然后还有一句话是 If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and how。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挪用了这样的资源投入1亿，可能对很多公司不见得很多钱啦。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做 HR 也算辛苦 ，HR 系统算辛苦的行业，而且我已经投了4年了，对，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会持续往前。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好，那希望大家有快乐的一整天，谢谢。